大家好，这里是看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抗阻力训练计划的制定，主题是训练动作的选择，也就是哪些训练动作对你的训练效果更好，而哪些训练动作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在进行抗阻力训练计划的时候，我们的训练时间应该保持在60分钟之内。为什么？这是关于内分泌系统，也就是激素分泌的问题，我会在以后给大家讲解。那么对于在60分钟之内你可以选择的动作是有限的，一般来讲5-6个训练动作下来60分钟就过去了，所以选择正确而实用的训练动作才可以提高训练效果。训练动作按照神经肌肉活动的级别来划分，一共可以分为7个级别。好，我先来解释一下神经肌肉活动级别的这个定义。肌肉生长是神经信息输入或来自神经系统刺激的结果，也就是外界压力。例如，训练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个刺激，但却是神经系统最终引起肌肉生长。当隔断通往肌肉的神经时，肌肉的萎缩几乎立刻发生。肌肉在缺乏运动的时候会出现萎缩，而失去神经导致的萎缩比缺乏使用导致的萎缩要快得多。神经的活动是肌肉生长和保持的关键。同时，当肌肉运动时，调动的神经越多，消耗的热量也就越多。神经传导信号给肌肉是通过电。当你的肌肉去做不会或者不熟悉的动作时，传导的电力明显增加，就可以通过肌电图来观察到你身体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告诉你，是你自己发的。例如，心脏里面的窦房结就是心脏的发电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心电图来观察心脏跳动的情况。发电就需要能量，因此当肌肉去试着做不熟悉的动作时，也就会消耗更多的热量。例如，你刚刚开始去打羽毛球，你还是个新手，所以做不出高难度和高强度的动作，但是你仍然会感觉到很累。开始打球的一段时间内，你减少脂肪的数量也就是最多的，但是你一直打羽毛球，将来就算你可以做高难度和高强度的动作时，消耗的热量反而可能减少了，因为打球的很多动作你的肌肉已经熟悉了，不需要神经有意识的调动肌肉，你就可以下意识的完成那些动作，你的减脂也就结束或者效果降低了。回到我们的主题，通过测量神经肌肉活动的水平或者肌肉神经的刺激量，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训练动作是否有效或者效果的级别。肌肉中的神经活动越高，也就是神经肌肉活动的级别越高，那么训练的效果也就越好。如果你坐在一个时速为200公里的列车上，你可以做吃饭、睡觉、聊天、看书等很多休闲放松的事情，这时你的神经肌肉活动水平处于最低的状态。那么我们来升级，你现在是驾驶一辆时速100公里的轿车，你要控制方向并且判断前后方的路况，你的神经肌肉活动的水平就有明显的升高。再来升级，你在一个时速为50公里的滑翔伞上滑行，你不但要控制方向，关注前后方的情况，还要注意高度和倾斜度，甚至风速和云层的薄厚都要注意。这时你的神经肌肉活动的水平进一步增加。因此可见，使用那些固定的抗阻力训练器械就像在坐火车，而那些神经肌肉活动水平高的训练动作就像在开飞机。通过神经肌肉活动水平，我们将训练动作分为7个级别。我们从最低的级别开始介绍。第一个级别，固定肌肉运动轨道单关节孤立训练，例如坐姿肱二头肌弯举器械，参与调动的神经和肌肉都少，这就是最低级别的训练动作了。第二个级别，固定肌肉运动轨道多关节复合训练，例如这个坐姿蹬腿训练器械，虽然是固定肌肉运动轨道，但是参与的肌肉较多较大，参与的神经肌肉活动级别有所提升，属于第2个级别的训练动作。第3个级别，不固定肌肉运动轨道单关节孤立运动，例如绳索的肱二头肌弯举这个动作，绳索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使用各种角度，
调动了多一些的神经肌肉活动系统。第4个级别，不固定肌肉运动轨道，多关节复合训练动作，例如高位背下拉这个训练，这是一个背部、肩部后侧以及手臂等多块肌肉参与的多关节复合训练，而且绳索是不固定肌肉运动轨道的。第5个动作，自由重量单关节孤立训练，例如杠铃和哑铃的弯举动作。自由重量一般是指使用杠铃或者哑铃，当然还有壶铃和其他的一些重物也算。在做自由重量训练时，运动的轨迹完全靠自身来控制，既涉及安全问题，又涉及在完成训练动作时要按照既定的轨迹，因此需要调动更多的神经肌肉活动的能力。第6个级别，自由重量多关节复合训练，这个级别的训练动作是对大多数人最有效的训练动作，例如杠铃负重深蹲、屈腿硬拉、卧推等等。第7个级别，空中移动身体。你没有听错，很魔幻吧？是不是升仙了？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训练背阔肌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引体向上；我们训练胸肌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双杠臂屈伸；训练肩部肌肉时，可能会选择倒立撑。做这类训练动作，既需要你控制自己训练动作的运动轨迹，又需要调动更多的肌肉，负担更高的负重，而且还需要你保持身体平衡。这些条件构成了最高级别的神经肌肉活动水平，是训练动作的最高级别。但是因为要求的技术和力量水平高，结果能执行这类训练的人非常少，最多也就是做引体向上或者双杠臂屈伸。所以我刚才说，使用第6个级别的训练动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最有效的了。第7个级别的动作，等你升仙以后再说。你可以在心里留个念想。我们现在来看一小段视频。这些都是空中移动身体的训练动作。你可能会想，他的肌肉也不大呀，因为他的负重都是自我的体重。如果让他穿上20公斤的负重背心儿，我想他的肌肉一定很大。但是他还能完成这些动作吗？7个级别的训练动作给大家介绍完毕了。我想你也知道了，你平时的训练动作中分别都是哪些级别的训练动作。那么安排一次训练，你至少要有60%以上的训练时间和动作应该安排成高级别的训练动作，也就是第5级别以上的动作。40%以下的训练时间和动作安排低于第5级别以下的训练动作。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可以采用100%的高级别训练动作。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大比例的低级别训练动作，你的训练效果一定不好。例如训练大腿部肌肉，你可以安排第1个动作做杠铃负重深蹲，第2个动作可以做负重弓步走，第3个动作做坐姿的蹬腿，第4个动作做坐姿腿屈伸，第5个动作坐姿的腿弯举或者俯卧的腿弯举。在这5个训练动作中，前2个是第6级别的训练动作，第3个是第2级别训练动作，最后2个是第1级别的训练动作。如果你只选择了后3个训练动作，你的腿部训练效果一定不好。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应该知道高级别训练动作是一次训练应该选择的主要训练动作，低级别训练动作是一次训练应该选择的辅助训练动作。大家要注意，如果一次训练中缺乏了主要训练动作，而是由辅助训练动作组成，那么训练的效果一定不好。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结构性训练动作。结构性训练动作指的是训练时的负重加在脊柱或贯穿脊柱的训练动作。这类训练动作对于身体整体运动能力的提高
起到特别有效的作用。例如负重深蹲、站立肩部推挤、屈腿硬拉等等。爆发力训练中有很多结构性训练动作，将来我会慢慢给大家介绍。在训练动作的选择中有一个特例，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特殊的肌肉爆发力、力量、肌肉体积或者肌肉耐力的特殊需求，那么你可以将满足这个需求的训练动作纳入到训练之中。我刚才介绍的都是常规的训练安排，不包含特殊训练需求，例如游泳、高尔夫各种球类的特殊训练动作。那么在我的训练动作视频中，我也会一一给大家介绍各种抗阻力训练的标准和技巧，希望大家关注。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选择有效的训练动作对你的训练效果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神经肌肉活动的水平高低可以得出结论，调动越多神经系统以及肌肉系统参与的训练动作，对肌肉的训练效果越好。通过神经肌肉活动的水平可以将训练动作分为7个级别，这7个训练动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格来了解，级别越高训练效果越好。有一个规律，多关节复合训练动作一定比单关节孤立训练动作效果要好。每次训练动作的安排应该把多数的时间和精力安排在高级别训练动作上，少数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低级别训练动作上，也就是一次训练的辅助训练动作。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大家能够知道什么样的训练动作对你来说最有效。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